诸位道友，薛阳此人极为暴虐，曾于朔阳将常氏一族灭族，不分老少，死者惨状各异，有为凶尸撕咬致死，亦有被做成人质放于常氏祠堂。我追踪其数天，横跨3省，将其逮捕带回兰陵。小星辰朝着众人拱了拱手，将知道的所见所闻说了出来，包括昨夜的客栈袭击。虽然薛阳的手法残忍，为人凶残，可前面有金光善的数万炼尸场，薛阳这面门好像也没有那么劲爆了。无非在心事上又添了一件，薛阳作为金光善的得力干将，那与其作对落入其手，不是和前往乱葬岗相差无几，横竖都是死。艾小道长，我们现在最难应对的是金光善，薛阳是其手下，这不就爹打儿子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道长可有办法请散人出山？抱山散人4个字在修仙界意味着什么？没有人不清楚。金光善对于那人的提议也是眉心一跳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看着这群人大眼瞪小眼。怎么着这地也是金家的，断没有自己舍了的离去的道理。大哥，你觉得抱山散人能被请动吗？若没有人解决金宗主，天下大乱。聂明觉又哪会不知道，对于聂怀桑的提问只能回之以沉默。抱山散人，哈哈哈哈哈！薛阳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，捂着肚子满地打滚，丝毫不介意地面的脏。抱山散人一脉都死了多少人了？有出来过吗？什么灵言呐，什么藏色呀？我敢打赌，哪怕眼前这位追求正义追了我3个省还无济于事的小星辰道长死在这金陵台，都不会有人来给他收尸。你们奢望那无情无义的老妮子来救你们，真的是放肆！小星辰大声呵斥道，双华出鞘朝着薛阳刺去。薛阳一个侧翻躲过双华，步伐乱了些，自己硬打不是小星辰的对手，但现在是金家的主场。果然下一秒，护在金光善身侧的鬼修一同对小星辰出手攻击。聂家在聂明觉的示意下，几名内门弟子冲到练武场为小星辰分担去了一部分攻击。刹那间，练武场尘沙漫天，不同的灵力闪耀着不同的光芒。蓝曦臣皱起眉头，这么一直僵下去不是办法。蓝曦臣低声对聂明觉说道，大哥，你可有对策？我清河聂氏家中有长老主持，暂时没有对策，只能耗着。薛阳随手拖了一根凳子，翘起2郎腿，对着身旁站着的金光瑶说道，小矮子，我有说错吗？金光瑶垂下眼眸，半合着眼，程美，是你为父亲联系鬼修的吗？薛阳晃动着的2郎腿停了1秒，薛阳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，小矮子，你在怀疑我吗？我天天搁那破房子里研究那块烂铁，哪有空干这些事？过了几秒后，意识到了什么，不过我是有给那老不死的提过建议，把那些鬼修的命串一起，就可以一起捏死。靠薛阳这边的修士们仿佛听到了秘密一般，个个装作毫不在意，身体又不由自主往这边靠，希望听更多东西。薛阳一记死眼扫过去，这些修士是把自己当傻瓜吗？不过看着满脸得意的金光善，又升起了一个歪念头。能不能参透就看这些人喽，就人间那些小把戏呗。不过参透也没什么用就是了。人间的小把戏，把命串到一起，周云脑海闪过无数的可能，最终锁定了苗疆巫蛊。可苗疆离金陵台极远，金家又如何得知与运用？魏婴在听到薛阳提及藏色时意识分神，后面竟全然没有听进去，整个人神又太虚去了。蓝忘机担忧魏婴不假，但蓝忘机也是一个心系天下之人，他做不到天下将大乱而无动于衷。他想出份力，可金光善的路是2选1，无论哪一个蓝忘机都不可能选。如果能有第3条路的话，控制金光善的神识，让他变成没有意识的活人。蓝忘机甩去心中的念想，因为他想的这条路是也没有人性可言。虎牙试了江城提起鞭子朝着薛阳打去，一双杏眼充满红丝。薛阳，那日是你伤了阿姐。薛阳见鞭子甩过来，2郎腿立马放了下来，拿屁股下的凳子挡了猛烈的紫电。放你娘的狗屁，你还真是睁眼瞎。要是小爷我下手，将艳丽一剑就嗝屁了，还救个毛的魏无羡。薛阳躲闪着紫电的进攻，一边骂骂咧咧道，我问你眼熟是因为放在莲花坞的陈情被我取了，还是当着你的面取的，白痴。薛阳，
你给我说清楚！江澄不断地纠缠着薛阳，与其打斗。薛阳不耐烦地回道：你手里的陈情是赝品，这么简单的事还要小爷怎么说？薛阳的话是不是在说阴虎符、陈情敌、鬼将军、温宁全在金家了？围剿乱葬岗到底围剿了什么？鬼将军金陵台挫骨扬灰合着也是骗我们玩呢？也不是，温情应该是真的阳了。围剿乱葬岗那天，魏无羡好像在销毁阴虎符。一名修士悠悠地说道：阴符虎不受控，不认主，只要拿到它就能召唤恶鬼，号令亡灵，这也是大家惧怕金光善手中的阴虎符原因之一。如今想来，围剿乱葬岗也不过金光善求财不得的布局谋划。在真相旁边驻足的众人，除了懊悔再无其他心情。